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汪兔环游记，我是 Tracy。大家好，我是老刘。前2期节目中，我们已经感受了尼亚加拉瀑布的壮丽，并且探访了4家酒庄，而我们的品酒之旅还在继续。第3天早上，我们从酒店出发，先去到了 St. Catherine 圣凯瑟琳的博物馆，然后参观了运河的船闸，之后参观了 Niagara College， 就是尼亚加拉学院的校园，并且去到了学校的酿酒中心，品尝了由学生参与制作的葡萄酒。最后，我们到了法国古堡般的 Chateau de Chams， 品尝了佳酿。圣凯瑟琳的博物馆是十分值得参观的，它位于 Welland 运河旁边。博物馆对于公众是免费的，里面陈列了很多加拿大各个时期的展品，还有就是关于 Welland 运河修建的老照片。如果不是在天气非常冷的时候，可以在旁边的船闸看到船只经过的整个过程，包括开关闸门，以及水位的上升或者下降，以及船只的通过。而 Welland 运河是加拿大一项伟大的工程，因为尼亚加拉瀑布它的落差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船只是不可以通过的。而运河的修建呢，连接了休伦湖和安大略湖，对促进加拿大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看看这个大学吧，也挺好的。这其实这在安大略省也算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大学，特别学院嘛，人家学的东西都非常的实用，而且就业率很高啊。那当然，肯定。哦，走，往那走啊。走。国旗啊，这个省旗吧，这个校旗吧。OK。尼亚加拉学院呢，成立于1987年，对于加拿大来说，这个已经算是成立比较久的学校了。目前呢，这个学校有2个校区，涵盖了130多个专业，包括商业、酒店、旅游、环境、健康、信息技术、工程技术、艺术设计等等。尤其是它有加拿大首个酿酒学院，包括葡萄酒的酿造和啤酒的酿造，吸引了很多对于酒和美食特别有热情的学生。学校这个主楼呢，也是进来是非常敞亮的，然后是非常漂亮的这种落地窗。然后楼下是有一个学生的就餐的中心。从就餐中心旁边出来是一个挺大的中庭，然后到夏天的时候应该会可以在这里坐啊休息。
这个里边种了这么多花，这应该是个植物学的一个实验室吧，或者是农业温室之类的。你看有浇灌的这些管子啊，就是温室养花的一个专业，非常好。这个尼亚加拉学院呢，虽然不是很大的一个学院，排名也不是很高，但它的这种专业都非常实用。比如说酿红酒啊，你看刚才的这个就是温室养花啊，种植蔬菜啊之类的。现在我们就来了它的一个叫酿啤酒的专业。看它的酿啤酒专业在安大略省还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好像关门了，是吧？你看这里边有很多啤酒罐，我们进来看看，它好像关门了，关门了。对，看看这是他们用完的麦芽，来你。湿的，应该是用过的，就放这给鸟吃的吧。这是brew完的，这是对糖化完了以后的这些麦芽，然后放到这边可以冬天给鸟吃。哎，还挺仁慈的，这也不叫仁慈，这叫可持续。就这个圈圆了，就是 natural circle。这个就是尼亚加拉学院的教学酿酒中心。门口的照片呢，还放了英国现在的查尔斯国王，当时可能还是王子，还有就是加拿大总理 Justin Trudeau 的照片，就是他们各种，他们这个 sticker 特别有意思，对，就都是得的那个奖，然后是什么酒，然后都是手写的。他们很多的酒的酿造都有学生的参与，很多款酒呢也是当时学校自己选出来当年比较优秀的作品，所以酒标上呢也都会标注 Dean's List， 也就是系主任清单，这还挺有意思的。这就好比学校的教导主任把自己觉得不错的学生的绘画作品推荐到了画廊，然后还卖出了非常高的价格，那学生不得受到非常大的鼓舞啊。能不能给学生钱？可能只有精神奖励吧，期末考试成绩可能跟着销量走的。他们也参加那个 Discover， 是一个，这是什么 Pordici 是什么东西？什么是 Pordici？ 那这个季节太冷了。这个酿酒学院里面也有很多款葡萄酒可以尝试，我们品尝了4款葡萄酒，分别是这个 Dean's List 黑皮诺、Balance 系列的黑皮诺、一杯赤霞珠和一杯冰酒。其中呢，这个 Dean's List 的黑皮诺获得了前一年的加拿大葡萄酒的铜奖，喝尝这杯酒的时候可以喝到樱桃和枣的香味儿，
挂杯非常明显，而且酸度很高。这个 Balance 的黑皮诺呢，这个味道就比较淡。那虽然它的价格更贵一点。资源在后面，不用走那么深吧。哦，他们学校的葡萄园是在后面。不太冷的时候，可能就是可以坐在户外喝个酒。现在可能季节太冷了。你看，就在这个地方喝吧。对，就是在这里，然后外面有一些座位。路上呢，我们遇到了一个野湖，就在 DQ Falls 旁边。查了地图以后呢，才知道叫 Lake Moody。旁边呢有一条森林的徒步道，其实这条道是安大略省最长的徒步道 Bruce Trail 的一部分。这条道呢是从 Niagara 瀑布那边一直走到 Tobermory 花瓶岛那边，整个步道呢全长有890公里。这户可不小。它就是长条形状。对，它就长一长，感觉像河。叫 Lake Moody。我们走的这一小段溜达的时候呢，有意外的收获，竟然看到了天鹅，也是非常的意外的。Lake Moody 的路开始变得麻地。哦，天鹅！哇 ，Swan！ 现在是，我那还一只。现在是。撞船了，给故事撞船了。那是鸭子。那还一只。这是第几个 generation 呢？哇，真好看！竟然能看到，但他是孤零零一个人。那还有一个，你哥来了。哦，一你对儿。下水溜达溜达，我累了。哇，我在家歇会儿。这肯定是一对儿，因为就这样。对。晚一去了。所以他们是捕鱼吃。哇，天鹅真好看。也有可能是河。和这啊，对，这是淡水。那个大个子，你一定要别人动它。所以这个是公的。干嘛呀？抹了就懒呗。你没看现在做饭的都是女性。怀孕了。咱最近3·8妇女节了。就休半天儿。那还没到呢。前后加 +-5都算3·8妇女节。妇女过10天节。按理说应该11天嘛，你加减5还要算上原来的那个。看看那个，慰问那只天鹅。那天鹅说：“我用你慰问。”他不过来。Chateau de Shams， 不愧叫古堡，古堡我们来了。Je nous vois dans Candy Street, tu m'appellerais Sweetie, poupée de miel qui fond quand tu appelles, dorée au point que tu Chateau de Shams 创立于1978年，由保罗·博斯创办。他是一位拥有5代传承的法国葡萄种植者。在上世纪60年代，保罗带着他年轻的家庭从法国来到了尼亚加拉。当时他就坚信，
只有亲自种植的葡萄，才能酿出真正优质的葡萄酒。就是对于这种对品质的执着和对这片土地的热爱，酒庄里所有的葡萄酒都是100%庄园自种的葡萄，而且这家酒庄仍然由家族自己的成员来运营。Ma patience est ta liberté. Je ne suis pas ta crème, je m'appelle pas Suzette. Bye bye, boogeyman, je ne sais même pas si tu m'aimes. Dans le fond, 酒庄里提供的 One Tasting 价格是25加币，可以选择4杯酒。但是刚进来品酒落座的时候，这位来自法国的侍酒师小姐姐就给我们倒了2杯香槟作为欢迎酒，这个可是没有算在我们的品尝里的，这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意外和温暖。这次呢，我们选了4杯酒，第一杯呢是2020年的普通的黑皮诺，第2杯呢是2020年家族珍藏版黑皮诺，第3杯是一杯2021年的赤霞珠，第4杯我们选了一杯2021年的 Vidal 的冰酒。我们之所以挑选了2020年的黑皮诺呢，是因为这家侍酒师告诉我们，在尼亚加拉地区2020年是一个黑皮诺非常好的年份，所以小伙伴们下次来尼亚加拉地区也可以着重关注一下2020年的黑皮诺。Sous le ciel de Paris s'envole une chanson. Elle est née d'aujourd'hui dans le cœur d'un garçon. Sous le ciel de Paris marchent les amoureux. 自此，我们3天2夜的红酒之旅也接近了尾声。这趟旅行，我深深地感受到，每一座酒庄都像有生命一样。来自法国的庄园 Chateau 散发着浓郁的浪漫古典气息，尼亚加拉学院教学酒庄充满着校园的风格和将知识传承下去的精神，而德国的康佐曼独具匠心的红瓦传递着他们的严谨。这些酒庄无不展现出建立者身上独特的文化烙印，而这些文化的特质也在一代一代传承中不可磨灭。那么按照这个逻辑，如果让我开一个酒庄，我保证给你配一盘烤鸭下酒。Quelques rayons du ciel d'été, l'accordéon d'un marinier, l'espoir fleuri。 此刻老刘已经喝晕了，我还得自己开回去。最后提醒小伙伴们，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拜拜。